陆家灵堂，白帆飘得稀稀拉拉，连哭丧的乐队都是并在拼多多上砍价请来的，吹出来的唢呐声半死不活，听着像便秘。我就躺在棺材里，确切地说，我是修真界曾经让众仙门闻风丧胆的罗刹女帝陆青鸾。就在半个时辰前，我渡劫失败，被一道紫霄神雷劈成了灰，但我没死透，夺舍重生了。这具身体也叫陆青鸾，是陆家旁支的一个倒霉蛋，没爹没娘，灵根尽废。前天被未婚夫退婚，一时想不开跳了井，身体冷得像冰，脑子里记忆碎片乱飞。但我顾不上这些，因为我的棺材外面太吵了。家主，东院那2棵千年灵松卖了吧？王员外出典当价500灵石，卖都卖。一个带着哭腔的中年男声响起，听着就窝囊。别说灵松了，把祖宅后面那块地也抵押出去。李家钱庄的人说了，再不还那300万灵石的利息，明天就来拆房子。可是家主，那块地里埋着老祖宗的骨灰坛啊，骨灰能当饭吃吗？咱们都要饿死了，列祖列宗在天有灵，肯定愿意为了子孙后代牺牲一下。我拳头硬了，我陆青鸾纵横修真界3000年，积攒下的家业那是按届算的，哪怕陨落了，留给后人的东西，怎么也够他们挥霍个18000年。结果这才过了多少年，这群败家玩意儿混成了这副德行。卖树卖地，还要挖我的坟，一股无名火直冲天灵盖。这具身体虽然没有任何灵力，但我神魂乃是大成期巅峰。砰一声巨响，原本盖得严严实实的金丝楠木棺材盖，这是这穷的叮当响的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，直接飞了起来，在空中转体3周半，轰的一声砸在了灵堂正中央的火盆上，火星四溅。正在商量卖祖坟的几个人吓得魂飞魄散，爆成一团尖叫，诈尸了。我从棺材里坐起来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，发出咔吧咔吧的脆响，视线扫过全场，灵堂里站着10几号人，穿的倒是人模狗样，但一个个印堂发黑，精气神萎靡，一看就是纵欲过度加修炼荒废。最中间那个穿着家主服饰的中年胖子，就是我那不成器的第18代灰孙子，现任家主陆长风。此时他正裤裆湿润，抖得像个筛糠。鬼啊！陆长风惨叫一声，拔腿就要往外跑，给我站住！我声音不大，但裹挟着大成期神魂的威压。这一瞬间，整个灵堂的温度骤降10度，所有人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，别说跑，连动根手指头都难。我单手撑着棺材沿，翻身跃下，这身体太弱了，落地时差点崴了脚，但我面不改色，顺手抄起了供桌旁边那根手臂粗的家法棍。这棍子我熟，当年我用它打断过3个魔尊的腿。我拖着棍子一步步走向陆长风，棍子在青石板上摩擦，发出令人牙酸的滋滋声。你是陆长风？我站在他面前，比他矮了一个头，但这胖子已经瘫软在地，只能仰视我。是。陆长风涕泗横流，姑娘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也没办法，家族欠债不是我一个人的锅。我是你祖宗。陆长风一愣，啊！我抡圆了胳膊，一鞋底刚才顺手托的抽在他那张肥脸上。这一巴掌我没用灵力，用的是巧劲，专打痛穴。陆长风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整张脸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。卖祖宅，卖灵松，还要挖我的坟，每问一句我就抽一巴掌。他3巴掌下去，陆长风已经变成了猪头风，周围的长老和子弟们看傻了。这平日里唯唯诺诺、受气包一样的旁支孤女陆青鸾，怎么突然变成了女修罗？反了！一个瘦高个长老终于回过神来，怒喝道：“大胆妖女，竟敢殴打家主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”他是筑基中期修为，在这个没落的陆家已经算是个高手。他狞笑着冲过来，手里捏着一张火球符，不管你是鬼是妖，今天都得死！火球呼啸而来，直冲我的面门，我连眼皮都没抬。在那火球距离我鼻尖只有3寸时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灭！突！那气势汹汹的火球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的蜡烛，瞬间熄灭，连点烟都没冒。瘦高个长老僵住了，举着空空的手，像个小丑。我抬起手中的家法棍，冲他露出一个慈祥和善的微笑。这火球符画的跟鬼画符一样，还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过来，把脸伸过来，老祖宗教教你怎么做人。瘦高个想跑，但我神魂锁定了他的契机。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不受控制地往前挪，把脸凑到了我的棍子底下。就在这时，灵堂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：“陆长风，3日期限已到，还不滚出来还钱！再不出来，我们就把这破宅子烧了！”大门被暴力踹开，一群凶神恶煞的大汉闯了进来。陆长风像是看到了救星，又像是看到了催命鬼，哭喊道：“李管事，别动手，我有钱，我这就把祖宅卖给你。”我低头看了看手里还没挥下去的棍子，又看了看门口那群人，冷笑一声：“好得很，这下人齐了。”我握紧家法棍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刺骨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走着出去。灵堂内一片死寂，除了陆长风还在抽抽搭搭，其他人都被门口那群人的气势镇住了。领头的是个光头大汉，脸上一道刀疤，金丹初期的修为。这种货色放在以前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
但在如今的青云城，确实能横着走。李彪，李家钱庄的金牌打手。哟，挺热闹啊。李彪视线扫过灵堂，最后落在瘫在地上的陆长风身上，嗤笑一声：“陆家主，这脸是怎么了？被哪房小妾闹了？”陆长风捂着肿成猪头的脸，指着我，含糊不清地喊：“是她，是这个妖女打的。李管事，你要摘子就拿去，只要别杀我。”废物！我一脚将陆长风踹开，拎着棍子走到人群最前方。这具身体只有1.6米出头，看起来瘦弱的风一吹就倒，站在身高2米的李彪面前，像只小白兔。李彪低头看着我，猥琐地笑了。这就是陆家那个被退婚的旁支丫头，长得倒是标致。陆长风，要不拿她抵债，算你1000零食，怎么样？哄笑声四起。1000零食，我看也就值500。哈哈哈。不过这小身段玩起来应该不错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李彪，脑海中迅速计算着这具身体的极限。没有灵力，经脉堵塞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无法杀人。陆家欠你们多少钱？我淡淡问道。李彪愣了一下，随即掏出一张欠条晃了晃，连本带利300万下品零食，白纸黑字，还有你们陆家的足印。我看了一眼那欠条，好家伙，9出13归，利滚利，这哪里是借钱，分明是抢劫！撕拉！我想都没想，抬手一抓，没人看清我的动作。等李彪反应过来时，他手里的欠条已经到了我手上，并且变成了粉末。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李彪难以置信地看着空空如也的手。你敢撕欠条？这种高利贷按大夏律例无效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纸屑，而且谁说我们陆家还不起？还不起？那你拿什么还？拿你的命吧！李彪怒了，全身灵力爆发，属于金丹期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。陆家众人被压得趴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死丫头，敬酒不吃罚酒，老子废了你！李彪一拳轰来，拳风带着破空声直取我咽喉。这具身体太脆，挨实了必死，但我没躲，我的双眼瞬间变成了纯粹的黑色，神魂之力化作一根无形的针，狠狠刺入李彪的识海。同时，我向左微侧半步，伸出2根手指，在他腋下3寸的云门穴上轻轻一点。啊！比刚才陆长风还要凄厉10倍的惨叫声响起。李彪那裹挟着万钧之力的一拳在半空中硬生生停住，随后整个人像是一滩烂泥一样软倒在地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。他的金丹碎了，哪怕我现在没有修为，只要找准了灵气运行的节点，4两拨千斤，让他灵气逆流自爆，轻而易举。老大，那群打手慌了，想冲上来又不敢。我没理会他们，转身走到供桌前，拿起那个被当作摆设的落满灰尘的黑色陶罐，这是刚才陆长风准备扔掉的杂物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垃圾。我看向陆长风，陆长风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那就是个装咸菜的破罐子，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。我冷哼一声，手指在陶罐的底部轻轻一扣，咔嚓，原本看似粗糙的陶土表层瞬间皲裂脱落，露出了里面晶莹剔透的玉质光泽。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丹香瞬间充斥了整个灵堂。天阶丹药。那个被我定住的瘦高个长老惊呼出声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这是传说中的9转还魂丹的气息，这罐子竟然是用养丹玉做的封印。这可是当年我随手炼给狗吃的，没想到狗没吃完，还剩了一颗在里面，被后人当成了咸菜罐子。我拿着那颗丹药，在李彪那群手下面前晃了晃。这一颗丹药市价500万灵石，还是有价无市，够还债了吗？那群打手咽了口唾沫，贪婪与恐惧在眼中交织。滚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！我把丹药随手抛了抛，像扔石子一样。陆家的债我会亲自上门去算，不仅是钱，还有这几年你们吃进去的，都得给我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带着这废物滚！一群大汉抬着半死不活的李彪，连滚带爬的逃出了陆家大门。大厅里重新安静下来，所有陆家子弟，包括陆长风，都呆呆地看着我。刚才那一瞬间秒杀金丹强者的手段，还有随手开出天价宝物的眼力，这根本不是一个废柴旁支能做到的。你到底是谁？陆长风颤抖着问道。我把玩着手里的家法棍，坐到了原本属于家主的主位上，翘起2郎腿，目光睥睨。我是谁？我嘴角勾起一抹邪笑。我是你祖宗，叫人磕头。陆长风跪了，不仅是他，整个大厅里陆家上下几十口人稀里哗啦跪了一地。虽然他们内心还有1万个问号，怀疑我是被什么老妖怪夺舍了，但刚才那一手手指碎金丹实在太吓人。修真界强者为尊，不管我是谁，现在我拳头最大。老祖宗！陆长风叫得别别扭扭。债主是打跑了，可咱们家还是没钱啊。他不提还好，一提我又想揍他。那丹药不是钱？那丹药太珍贵了，怀璧其罪啊！陆长风痛哭流涕。咱们陆家现在连个像样的护族大阵都没有，要是被人知道有天阶丹药，明天晚上咱家就得被灭门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确实这帮废物守不住财，而且旁边的瘦高个长老现在是我的头号狗，腿子小心翼翼的补充。家族灵脉枯竭已经3年了，咱们现在的修炼资源全靠买，
若是灵脉不复苏，咱们永远只能是九流家族。灵脉枯竭，我闭上眼，感应了一下地下的灵气流动。这陆家大宅是当年我亲自选址的，下面压着一条极品龙脉，怎么可能几百年就枯竭？带我去后山禁地。我站起身，后山禁地一片荒凉，原本应该灵气氤氲的灵泉眼，现在干的只见石头不见水，周围的灵草也都枯黄的像烂稻草。老祖宗，您看，真的是干了，请了好多阵法大师来看过，都说没救了，灵气散尽，地龙翻身跑了。放屁！我走到泉眼边，蹲下身子看了看，这哪里是跑了，分明是被堵住了。当年为了防止灵气外泄引来觊觎，我设下了一个锁灵阵，这阵法每隔100年需要用特殊的印诀疏通一次，但这群不孝子孙把传承都丢光了，根本不知道怎么疏通，导致灵气越积越多，最后彻底堵死在地下。这就好比便秘，不是没货，是出不来。都退后！我吩咐道。众人不明所以，一言退后10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调动神魂之力，虽然身体没有灵力，但我可以用神魂引动天地大势。我抬起右脚，看似随意地对着泉眼旁边的一块青石狠狠一踹，这一脚踹在了锁灵阵的阵眼上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，众人吓得趴在地上。地震了，老祖宗把山踹塌了。下一秒，一道乳白色的灵气柱如火山爆发般冲天而起，直冲云霄，浓郁的灵气瞬间化作灵雨，哗啦啦地落了下来。枯黄的灵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绿、抽芽、开花，原本干涸的泉眼瞬间喷涌出清冽的灵泉，空气中的灵气浓度瞬间飙升了100倍不止。这是极品灵脉。陆长风张大了嘴巴，此时正贪婪的大口呼吸着灵气，感觉困扰自己多年的修炼瓶颈都在松动。我的天，吸一口顶我修炼半个月。老祖宗神威，老祖宗无敌！陆家子弟们疯了，一个个在灵雨里狂欢乱舞。我拍了拍裤脚上的灰，这身体太弱，刚才那一脚震得我脚底板发麻。行了，别嚎了。我走回他们面前，有了灵脉，护族大阵就能重启。陆长风，去把大阵中枢打开。那个大阵中枢的钥匙早就在几代前丢了。我忍住想再次打死他的冲动，目光落在大阵中枢的石桌旁。那石桌年久失修，摇摇晃晃，下面垫着一本厚厚的沾满泥巴的书。那是神吗？我指了指那本书。哦，那是本破书，也不知道谁扔那儿的，我看桌子不平，就拿来垫桌脚了。硬度还挺好，防潮。我走过去，弯腰把那本书抽了出来，桌子哐当一声歪了。我拍掉书上的泥巴，封面上露出了几个烫金大字：焚天造化诀。这是当年我自创的功法，直指飞升大道的无上秘籍，天阶上品。我拿着书，手都在抖，不是激动的，是气的。陆长风，我咬着牙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垫桌脚的。陆长风看着我杀人般的眼神，缩了缩脖子。这是天阶上品功法，放到外面能让修真界打出狗脑子的绝世秘籍。你拿来垫桌脚？我把书狠狠摔在他脸上，扑通！陆长风这次是真下跪了，捧着那本书像捧着炸弹。天阶，这周围的长老们也都要晕过去了。天阶功法，整个青云城连一本玄阶功法都能当传家宝，他们竟然拿天阶功法垫了几十年的桌脚。既然这么喜欢垫桌脚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在这给我抄书，抄不完1000遍，不许吃饭。我转身往外走，背影萧索而霸气。对了，我脚步一顿，回头看向那直冲云霄的灵气柱，眼神微微凝重。极品灵脉复苏的动静太大了，必然会引来周围势力的窥探，尤其是刚才那道灵气光柱，估计半个青云城都看见了。危机才刚刚开始，把那本破书给我练起来。我冷冷道：3天之内，如果你们这群废物还没人筑基，我就亲手把这陆家给拆了，省得丢人现眼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身后这群痛哭流涕喊着求戴妃的子孙，目光看向远方，那里几道强横的气息正朝着陆家急速掠来。想抢时，我摸了摸袖子里那颗9转还魂丹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。正好，老祖宗我也饿了，送上门的养料，不要白不要。轰！陆家刚修了一半的大门又飞了，这次飞得比上次还远，直接砸进了灵堂，嵌在了墙上，把原本挂在墙上的刻琴刻简似的大字的牌匾撞得粉碎。尘土飞扬中，3道流光极其嚣张地落在院子里，光芒散去，显出3个人影。为首一人穿着金钱鼠尾纹的长袍，手里盘着2颗核桃大的铁胆，满脸横肉，绿豆眼冒着金光，正是青云城4大家族之一赵家的家主赵天霸。他身后跟着2个黑衣老者，气息阴沉，一看就是那种专门干脏活的供奉。哟，陆长风，家里挺热闹啊。赵天霸视线贪婪地扫过院子里那口还在喷涌灵气的泉眼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啧，我说怎么突然紫气东来，原来是你家祖坟冒青烟，地龙翻身了。陆长风正捧着那本焚天造化诀罚抄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笔都掉了，条件反射地往我身后缩。赵天霸，你来干什么？擅闯民宅，按照大夏律例。律你大爷！赵天霸把手里的铁胆捏得嘎吱作响，打断了陆长风的废话。少拿凡人的规矩压我，修真界拳头大就是道理，
这里卖在你陆家手里就是暴殄天物。识相的，赶紧卷铺盖滚蛋！我赵家还能赏你们几两银子当路费，否则……他身上金丹中期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，院子里那几棵刚抽芽的歪脖子树瞬间被压弯了腰，几个修为低的陆家子弟更是面色惨白，摇摇欲坠。我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端着一杯刚从灵泉里舀上来的水，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，有点甜，可惜没茶叶。赵家主是吧？我放下茶杯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穿透了赵天霸的威压。进门不知道敲门，这就是赵家的教养，还是说你们赵家的祖宗没教过你们怎么做客？赵天霸这才注意到主位上坐着的那个不起眼的小丫头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，笑得肥肉乱颤。陆长风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自己当缩头乌龟，让个黄毛丫头出来顶嘞。这丫头是谁？你新纳的小妾，长得倒是不错，正好我缺个暖床的。咻，一颗石子，普普通通的鹅卵石，就是刚才我衔个脚从鞋里倒出来的那颗，在我的指尖弹出，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纯粹的肉身巧劲。但这具身体虽然废，我的神魂预判却是大成器的。石子划破空气，精准无误地飞进了赵天霸那张狂笑的大嘴里，可可嗨，笑声戛然而止。赵天霸捂着喉咙，脸憋成了猪肝色，那颗石子正好卡在他嗓子眼，吐不出来，咽不下去。家主，两个黑衣供奉大惊失色，急忙上前拍背顺气。好半天，赵天霸才运起灵力，硬生生把石子震碎吞了下去。他双眼赤红，指着我咆哮：“死丫头，你找死！给我上！男的杀光，女的留下给我。”给你什么？我站起身，打了个哈欠，随手从袖子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令牌。这令牌也是刚才我在那堆垃圾里翻出来的。陆长风说是当年用来垫桌脚的另一块石头，但我一眼就认出，这是当年我亲手炼制的御阵令。虽然灵力没了，但这玩意儿认主。只要我的神魂烙印还在，它就是这青云山上最强的遥控器。起，我嘴唇轻启，吐出一个字。原本还在喷涌灵气的泉眼突然一顿，下一秒，整个陆家大宅的地下传来了令人心悸的轰鸣声，无数道金色的阵纹从青石板缝隙里亮起，像是活过来的游龙，瞬间将整个院子笼罩在内，空气变得粘稠无比。刚才还气势汹汹冲过来的两个黑衣供奉，像是突然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，砰的一声被弹了回去，狼狈地摔在地上滚作一团。而赵天霸更惨，他处于阵法压制的中心，一股如山岳般的重力瞬间落在他身上，咔嚓，那是膝盖骨碎裂的声音。刚才还要让我暖床的赵家主，此刻双膝重重跪地，在青石板上砸出了2个深坑，他的脸贴着地面，五官因为巨大的压力而扭曲变形，别说站起来，连动一根手指头都做不到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赵天霸惊恐地嘶吼。护足大阵，陆家的护足大阵不是早就烂了吗？我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子，用手里的家法棍拍了拍他那颗光溜溜的脑袋。烂了？谁告诉你的？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这叫战略性休眠。怎么，只许你们赵家抢地盘，不许我们陆家关门打狗？全场一片死寂，陆家子弟们一个个嘴巴张得能塞进鸭蛋。他们知道老祖宗猛，但没想到这么猛。这可是金丹中期啊，在青云城跺跺脚都要抖3抖的人物，现在像条死狗一样跪在老祖宗面前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陆长风，我喊道：“在，老祖宗您吩咐。”陆长风此时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捧着破书跑得飞快，一脸狗腿相。这赵家主既然来了，咱们也不能失了礼数。我指了指动弹不得的赵天霸，刚才他说要给咱们多少路费来着？回老祖宗，赵家主好像没说具体数额，不过看他这身行头，想必出手不会小气。我点点头，那就按人头算吧。咱们陆家现在加上看门的黄狗，一共108口，一人1万灵石的精神损失费，不过分吧？噗！赵天霸一口老血喷了出来，108万灵石，把他赵家卖了也凑不出这么多现钱。你这是敲诈！赵天霸咬着牙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我背后可是……”我一棍子抽在他脑门上，背后有人是吧？行，我站起身，目光冷冷地扫过那2个趴在地上装死的供奉，回去告诉这胖子，背后的人不管是哪个宗门的，还是哪路神仙，想要赎人拿钱来，想要灵脉拿命来。说完，我脚尖轻轻一点地面，阵法光芒大盛，一股恐怖的吸力从地下传来。赵天霸和那2个供奉身上的储物袋、法宝，甚至连手指上的玉扳指，全都自动飞了出来，稀里哗啦落在我脚边。这些就算是利息，我一脚将赵天霸踹飞出大门。那2个供奉也没能幸免，被阵法之力裹挟着，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，滚回去凑钱。3天之后见不到钱，我就去拆了赵家的祖坟，把你们老祖宗挖出来晒太阳。大门外传来几声惨叫，随后便是连滚带爬的声音，渐渐远去。院子里重新安静下来，我看着地上一堆亮晶晶的战利品，心情稍微好了一点。虽然都是些垃圾法器和下品灵石，但对于现在的陆家来说，也是一笔巨款。愣着干什么？我看了一眼还在发呆的众人，把东西收起来，入库。该修门的修门，该修炼的修炼。是，谨遵老祖宗法旨。这一次
回答的声音整齐划一，震耳欲聋，所有人的眼神里都燃烧着一种名为狂热的火焰。这种眼神我很熟悉，当年我带着那群魔头横扫修真界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么看我的。老祖宗，陆长风凑过来，一边搓手一边看着地上的战利品流口水。咱们真的要勒索赵家100万？他们背后可是靠着铁掌门啊，那可是有元婴期大能坐镇的宗门。元婴，我嗤笑一声，弯腰从那堆战利品里捡起一块不起眼的黑色铁片，这是从赵天霸身上掉下来的。铁片上刻着一个狰狞的鬼头图案，隐隐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。刚才我就感应到了这东西的气息，才没有直接杀了赵天霸。铁掌门算个屁！我抹撒着那块铁片，眼神逐渐变得幽深。看来这赵家也不干净，竟然跟血煞宗那帮阴沟里的老鼠有勾结。血煞宗，这可是我的老熟人了。当年我渡劫失败，有一半的原因就是被这群修炼邪法的杂碎暗算，乱了道心。没想到几千年过去，这群阴魂不散的东西还在，而且还把手伸到了我的地盘上。老祖宗，这是啥？陆长风好奇地凑过来，这是催命符。我将铁片捏在手里，稍一用力，铁片瞬间化为齑粉，一缕黑烟从中飘出，还没来得及消散就被我一口气吹灭。陆长风在传令下去，封锁全族。这3天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我转过身，看向身后那座巍峨的主屋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老祖宗我就陪他们好好玩玩。你去给我准备一间净室，另外把库房里所有剩下的药材都给我搬过来。您要炼丹，可是咱家没有炼丹炉啊。没有就去买，去借，去抢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这具身体太弱了，我不喜欢这种随时会被风吹倒的感觉。3天之内，我要这青云城改姓陆。3天，只要给我3天时间，配合极品灵脉和那个天阶丹药的药渣，足够我把这具废柴身体洗筋法髓，重铸根基。到时候别说是什么赵家、铁掌门，就算是血煞宗的宗主亲临，我也要让他跪下来叫祖宗。此时，青云城外30里，一座阴森的道观内，啪！一只苍白枯瘦的手狠狠拍在桌子上。你是说，陆家那个废柴旁支，一招就废了赵天霸，还启动了早已失传的护族大阵？说话的是一个身穿血袍的道人，声音沙哑刺耳，如同金属摩擦。在他面前跪着一个瑟瑟发抖的黑衣人，正是刚才从陆家逃回来的赵家供奉之一。千真万确，那丫头邪门得很，她身上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，但手段简直像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妖怪。血袍道人眯起眼睛，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有点意思。他伸出猩红的舌头，舔了舔嘴唇。看来陆家那地下埋着的东西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珍贵。原本只想拿走那条地龙，现在看来，那个丫头身上的秘密更值得我出手。他站起身，大袖一挥，身后的一排蜡烛瞬间熄灭，整个道观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。传我命令，通知血煞13阴，今晚子时血洗陆家。既然不想体面，那就帮他们体面。